小亚，听老爸说，龙虎武师靠动作绝对圈你的地位，你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来，跳！哎，你青春期啊！《龙马精神》这部电影讲的是落魄的龙虎武师老罗，因为自己的爱马赤兔卷入了债务纠纷问题，与自己多年不来往的女儿小宝，一边修复父女关系，一边在小宝的男朋友乃华的帮助下，组成3人1马的自救小队，守护家庭，守护心中所爱。当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人选就是成龙大哥。我是觉得他作为就是香港龙虎武师那一代的佼佼者，他是最具有典型性的，而且在当今这个时代，就是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龙虎武师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酷，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个名字是代表一种荣誉，背后也代表的你是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你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呢，获得足够的技能，而且你在拍摄现场要做比一般武行更高难度的动作，真摔啊、玩命啊、开飞车啊、骑马，这是被一代又一代动作电影传承的精神。当年我们拍戏的条件很艰苦。讲不出来的苦，那个是真的苦，因为你们看得见我们做的苦不是苦，真的。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团体，只是靠自己在现场。我跟你的关系好一点，你会拿个纸皮盒保护我一点啊，表现给所有人看，我是最好的，我是最强的，因为有那个时代的我的拼命那个经历，才有我今天。其实我蛮感谢那个时代的我的付出，虽然现在我们现场拍摄的条件已经很好，大家对于武行也会尽量的去保护他们，你的不同的辅助我们去做的一些危险动作，但是基本的还是很多动作还需要你靠自己去打，自己去摔。龙虎武师真的是很辛苦的，如果一部动作片的成功，他们的付出实在是太大了。在电影里面有一场是他跟女儿去回顾当初受的那个很严重的那个伤的那场戏，这个特技演员站在那上面，然后是直升机有一根吊着一个绳子，他要凌空跳到那根绳子上抓住那个绳子，然后结果因为就是当时就匆匆忙忙的，然后出事故了，就没抓住就掉下来了，然后结果受了大伤。然后原本想的就是用替身来完成这场戏，毕竟还是那么高嘛，但是大哥还是觉得说是为了最好的效果，一定是要亲自站在那上面，然后镜头可以走得很近，他一转身让观众实实在在看到，就是成龙大哥亲自站在那边，看着大哥被吊上去，然后站在那个摩天轮那个车厢那儿，反正就是整个过程也是大气都不敢出。那口就是大哥稳稳的落地，然后就是拍完了下来之后，我们站着一口气，然后全场只有大哥一个人，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好久没站到那么高上，真的像个小朋友一样，就是觉得上了去了游乐园，人家是上了摩天轮，但是上了摩天轮顶。2楼有一个动作是要用脚挑起一个梯子，然后那个梯子是挂在一个镂空的一个地面的边上，右腿是有伤的，所以他等于要用右腿支撑身体，然后他可能在那一下子上有一个落点的时候没踩稳，就当时就差一点从2楼就掉下来。在我们所有人反应之前，他已经让自己其实化险为夷，虽然是挂在那儿，他趴在那儿，但是他已经是抓住了最牢固的东西。等我们扑上去早晚了。大哥的整个身体多年的拍摄动作片的这种经验，然后他所经历的这种最危险的时刻，让他身体早已培养出了让我们难以理解的这种自我保护的这种瞬间的反应。我都忘了，在现场拍戏受伤啊，什么有时候威亚要摔下来，几乎每天都发生，不会在乎的，也习惯了，习惯性的受伤，大大小小的伤，对我们来讲是家常便饭。不管是我也好，武行也好，就不会当是一回事，只是一笑而过，今天太平度过了，就这样。然后更危险的还有一次是骑着马从马上直接就摔下来，因为那个马当时在那个地面呢是比较滑的，那一块是一个特别平滑的一个大理石，然后我们在画面里看到他大哥整个身体是实时的摔在了一个石板上，结果就是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惊呼的时候，大哥就已经从地上弹起来了，而且是躲开了马蹄子。
这种危险在我们看来就已经是都忘记呼吸了，但是大哥站起来拍拍身子就跟没事儿一样，说你干嘛一个个的脸色都这样？说大哥刚刚那马差点踢，他踢不到，我早就躲开了。他那种很从容，然后他会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要乱担心，所以还在现场安慰我们，就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安慰他，所以他一直在安慰我们。这次的特别就是马跟我一起打坏人，演对手戏，始终是动物，它不像人，它要走的时候它就走，不走的时候我们4个人都推不动它，要对着它讲话，要对着它哭，联手去打人，人还没打到，我先自己受伤了，给它踩了3脚，踢了无数脚，它咬我一口。很口大的，你咬我，踩我，我都疼你。电影里有夹带了很多个人导演私货，这个就是因为那么多年看了大哥所有的电影，所以每个电影都有让我特别印象深刻这种小的点，然后有机会写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又是这么一个贴合这样子的人物，我是想把很多有意思的小的点融合在一个片子里，所以从包括像人物造型，那它有的几个经典人物造型，像《醉拳2》里的长衫，然后包括那个动作踢长衫往后掖的那个动作，然后还有他的这个一开始追逐戏的那个短衫，那个就是龙少爷的那个民国时期的那种造型。最经典的是飞鹰计划的那个造型，它只是在里面是就是在电影里是一闪而过，但是就是太记忆犹新的一个造型了。然后我们专门就是戏中戏里面，就是我们利用很多戏中戏来去完成这些造型，但同时也用这个戏中戏去玩了很多大哥他可能永远不会去演的一些角色的，就比如说是大魔王毒贩，然后还有饭桌上大哥自己说了自己以前做的这个动作，跳高楼、钻玻璃、摔火坑，拿个雨伞在巴士后面挂着，飞来飞去之类的。说是像一种致敬，但更多的也像是一个小小的回味，让我自己就算是对所有年轻的时候看过大哥的一些作品的一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小东西来纪念一下，有机会能拍一个冲着大哥的电影。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拍到15，起码50。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咱龙虎武士精神致敬。这动作一定有难度啊！赤兔 OK 吧 ？OK， 太 OK 了。喂，我们拍大电影啊！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你待会儿穿一下吧。现在拍电影之前都看卡通片，因为后期要做很多 CGI 合成的。什么？哎，石像，我跟赤兔世界帅。我是想请你来致敬的，我不是要你命。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但赤兔不是龙虎武士啊。他就是。大哥，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拉住！哇，好痛啊！啊！打他！